哀家这多年的顽疾，太医院那帮老骨头都束手无策。多亏了你这丫头妙手回春，哀家现在觉得身子骨比10年前还要硬朗。母后说的对，沈清堂，你治愈太后，居功至伟，朕今日必须重重赏你。治病救人，乃医者本分，民女不敢居功。哎，朕向来赏罚分明，传朕旨意，破格提拔沈清堂为正一品太医院院判。娇儿，这还不够。堂堂这般品貌双全的奇女子，哀家可是喜欢的紧，不如就将她赐婚给太子，做我大楚的太子妃。母后英明，这门亲事朕准了。太子妃，这赏赐倒是比金银珠宝实用的多，以后在这京城，我看谁还敢惹我。民女谢主隆恩，不过民女家中还有些私事需要处理，想先回府一趟。去吧，总管，你立刻去拟旨，挑个吉时去沈家宣旨。朕要给咱们未来的太子妃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老奴遵旨。姐姐，你终于肯露面了！若不是你顶了我的嫡女身份，我至于沦为庶人被退婚吗？妹妹，你先松手。你偷走了我的人生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世子爷，你要不要脸？天哪，这生辰八字分毫不差，还真是世子爷的更妾。真没想到，这乡野找回来的真千金，行事竟如此不堪。就是抢了养女的姻缘，太不要脸了。这种村姑怎么配得上侯府世子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占了你的名分，才高攀了这平江侯府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就是嫉妒我！平江侯府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高攀？沈清堂，你一个乡野长大的村姑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妄议我侯府门第！明珠哪怕被你抢了嫡女身份，照样处处忍让。你呢，毫无教养，还敢在老太君的寿宴上大放厥词！世子爷，为了这门亲事，我熬红了眼为您绣这香囊，手指头都不知被针扎破了多少次。姐姐若是想要世子爷，我让给他便是，可他怎么能这般折辱您，折辱侯府？我替姐姐给您赔罪了。真千金又如何？这粗鄙作态，连明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就是抢自家妹妹的姻缘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真是毫无廉耻。侯府世子若是看上这种村姑，那才是瞎了眼。我们平江侯府绝不容许你这种粗鄙之物在此撒野。你今日若不立刻跪下给景寒奉茶认错，便给我滚出这寿宴！我意已决，就算是皇上来了，这婚事我也不嫁。我沈清堂绝不会嫁给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。你这孽障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紧给老太君和世子跪下磕头赔罪！这一巴掌我不受，至于下跪，凭他们也配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来人，把这逆女给我按在地上！今天她不认错，就打断她的腿！姐姐，你快跪下认个错吧，别惹父亲母亲生气了。侯府的家法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谁敢按我下跪？老太君，这是太医院的牌子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怎么可能有太医院的官身？哼，你当成宝的男人，在我眼里连个药渣都不如。这世子妃的位置，你爱要便拿去，别来沾我的边儿。这牌子，小女日后还有用，不知老太娘看完了吗？你别以为弄块假牌子就能糊弄过去，太医院怎么可能收你这种村姑？你给我等着！密报，殿下，宫里传来绝密消息，太后的顽疾被沈家那个刚找回来的真千金沈清堂治好了。皇上龙颜大悦，不仅要封他为院判，还要将他赐婚给太子。什么？太子本就手握重权，若再有太后撑腰和神医部助，孤这皇位还怎么争？殿下，圣旨还在拟定，尚未出宫，那就让他永远接不到这道圣旨。去，把平江侯世子给姑叫来。沈清堂，谁也不能阻止我登上皇位。把那个造假的腰牌交出来！现在满京城都在传你买官求荣，你不要脸，沈家还要脸！给我搜！早知道你是个惹祸星，当
初就不该接你回来，立刻把一局的掌事权交给你妹妹。明珠马上要嫁入侯府，你休想用这些下作手段连累她的名声。你自己交出来，否则明日祭祖大典，我就当着全族的面罚你除名，让你彻底滚出沈家。掌事，不好了！平江侯世子带人把咱们一局大门堵了。沈清谈，乖乖滚出来，低头给本世子做个妾。看在明珠的面子上，我还能帮你平息外头那些流言。否则，我让你在这京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去后院，把那盆熬沸的黄连苦药汁端来。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！沈清谈，你个贱人！你给我等着！太医院的那帮人也保不住你，我说的。族长爷爷，这祭祖大典不能让沈清堂办。明珠，祠堂种地，你胡闹什么？父亲，他根本不是我们沈家的种，他生母是个卑鄙的外人，当年故意调换了我和他。老奴是当年给夫人接生的稳婆呀，是那农妇塞了老奴10两银子，逼着老奴把他生的女娃换给了夫人，老奴句句属实啊！无关人等，先退下吧。你这罪人之女，占了明珠的身份，贪图我沈家的荣华富贵，你简直该死！好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，沈明珠，你为了赶我走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沈家容不下这等孽障，今天我就要把你这卑鄙之人从族谱上划去。族长就该按家法打断双腿，免得再出来祸害别人。姐姐，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，这也是你应得的下场。这处穴位连着心脉，你说错半个字，这针再进1寸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老奴全说是明珠小姐的亲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在祠堂动用私刑！这疯妇已经失心疯了，快把这碗安神汤给他灌下去，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。喝下去，你就永远闭嘴了。安神汤，我看这是绝命毒药吧。沈明珠，为了封口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你胡说，这真是你提前动了手脚，是你故意陷害我。区一根银针能证明什么？你这毒妇不仅身世造假，还敢当众谋害嫡妹，简直丧心病狂！沈伯父，这等恶女留在府里也是个祸害，不如交给我侯府府兵，直接押送京兆尹法办，让他在牢里好好反省。世子说的对，把他送去见官，让他尝尝大牢的滋味，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冷静，正合我意。事情闹得越大，这出戏才越精彩，反噬才越致命。姐姐，大牢里的滋味可不好受，你可要挺住啊！送我去京兆尹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求大人为民女做主，这毒妇不仅占了我的嫡女身份，今日还在祠堂下毒，要毒哑民女。她就是嫉妒我能嫁入平江侯府，求大人严惩恶女。大人，这毒妇不仅恶毒，更是水性杨花。这是她与城南地痞私相授受的情信，字字句句不堪入目，按大楚律法，理定当斩。大胆刁妇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既然看了信，难道没发现那墨迹有何不妥？什么不妥？信上用的是太医院特供的紫金朱砂墨，1两墨金10两。敢问世子，城南地痞连饭都吃不饱，用得起这等贡品朱砂写情信？是啊，地痞哪来的钱？就算信是假，那你伪造朝廷命官腰牌可是死罪，带往铁匠。大人冤枉，小人目不识丁。他给我图和10两银子，我就打了那牌子，我不知道那是官牌啊，不然给我10个脑袋我也不敢啊！这铁匠分明是受人指使做伪证，我的官牌是真是假，大人只需派人去太医院查阅名册，真相自然大白。
本官早就派人去查过了，太医院上下几十号医官根本就没有你沈清堂的名字。太医院没有我的名字，这不可能，是有人故意抹除了记录，连京兆尹都敢买通，这是一个早就布好的死局。不可能，你们这是串通一气，草菅人命！我要见皇上！你说什么？见皇上？你一个死到临头的村姑也配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沈清堂，你费尽心机闹到今天，甚至凭空捏造出一个莫须有的未婚夫，不就是想引起本世子的注意？你若是现在磕头求饶，本世子还能赏你个洗脚衣做。在这京城，除了皇家，我平江侯府的话就是王法。给我打！出了事本世子担着。我倒要看看你编出来的那个野男人敢不敢来救你。世子爷说的对，来人，上刑！圣旨到！陛下有旨，闲杂人等一律退避。沈清堂治愈太后完病，居功至伟，破格提拔为正太医院院判，特批于京中建立天下女子医局。钦此。另有太后懿旨，特服卓选，钦定太子妃之位，择日完婚。下官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太子妃娘娘，求娘娘饶命啊！不可能，太医院院判怎么会是个女人？太子妃，一个村姑凭什么当太子妃？都是假的，她就是个乡下接生婆养大的村姑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拿什么治好太后？你们假传圣旨，这是要造反！放肆！竟敢对太子妃大呼小叫！你不是做梦都想要这侯府的姻缘吗？爹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他分明就是个骗子！逆子！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竟敢得罪未来的太子妃娘娘！看回家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等会儿就带回去好好收拾。这是当年接生婆的画押供词，劳烦您当众念一念，让全京城的人都听听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贼。老奴遵旨。当年换子一事根本不是农妇贪图钱财，而是沈明珠的亲爹娘眼红沈家的泼天富贵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主动把2个女婴调了包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那对毒妇竟把还在襁褓里的真千金沈清堂直接扔进了深山老林。华阳人稳婆张氏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是侯府府未来的世子妃，我是沈家的嫡女，你诬陷我！诬陷你，白纸黑字，血印为证。你亲生爹娘，我真是妄养你20年。我教养了你10几年，你居然是仇人的孩子！我为了你这个贼，亏待了我自己的亲生闺女，我真是瞎了眼呐！娘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是你养大的明珠啊！你别叫我娘！走！世子爷，你救救我！你说过要8抬大轿娶我的，你帮我求，我不能下大狱！你看，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煽风点火，我怎么会去招惹太子妃？太子妃，罪女沈明珠伪造证物，构陷朝廷命官，罪无可恕。来人，将这毒妇打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总管大人明鉴，我平江侯府绝不姑息养奸。那陆公子，逆子陆景恒，包庇罪犯，冲撞太子妃，即日起剥夺世子之位，逐出陆氏族谱，贬为庶人。我沈清堂，你去死吧！沈清堂，你这个贱人！当堂谋杀朝廷命官，该怎么判？小官明白，罪加一等，定当依法定刑。既然真相大白，劳烦大人即刻动笔，把我的名字从沈家户籍上彻底划掉。堂堂，是娘瞎了眼，被这假货骗了。你跟妈回家好不好？拿把府里最大的正月腾出来给你住，以后沈家的好东西全是你的。你们爱的不是我，只是太子妃的权势罢了。大人，劳烦半个时辰内把新户籍送到太医院。清堂，你回来！
糖糖，这地方真气派，娘这辈子都没摸过这么滑溜的石头。娘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再欺负咱们。青堂，你出来见见我！陆庶人，一局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喧哗。青堂，我已经看清沈明珠的真面目了，他根本是个贪慕虚荣的骗子。还是你好，我已经彻底爱上了你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真心爱你。以后你说东我不说西，你说初一我不说15。陆景恒，你我本来就是素不相识，算上今天也就见过不到10面吧。但你却几次三番害我回我，如果那天圣旨晚到一步，我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。别来烦我，去靠自己本事过活。青堂，青堂，叫唤什么呢？这是青堂，青桃，太难了。沈明珠，是你！是你，陆景恒！大晚上吵什么？要打就别去打！我以为你应该都死了，是二皇子保了你一命。但是安卫来去无踪，我不能主动联系到他。这是最后的值钱物件了，你去当了，在城口换2个热包子。买什么包子？我直接去天凤楼搏一搏。等赢了钱，咱俩什么都能吃。包子呢？钱呢？我的银钗呢？就差一点，明珠，你去弄点钱，我肯定能翻本。你不如去死算了！赌博害人害己，你要是再去赌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御史员昨日联名弹劾沈家教女无方，治家不严，皇上大怒，将沈父连降3级，罚俸3年。沈家现在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了。知道了，撤回所有盯着沈家的人手，以后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领命。是。辨认草药最忌心浮气躁，这当归的根须必须剔除干净，否则入药便会冲撞药性。弟子谨记长师教诲。糖糖，今日可还忙得过来？殿下怎么微服出宫了？也不怕被人瞧见？连夜让人赶制的，刚好，正好，反正你收着吧。殿下这般纵容抛头露面，还给我建医局，就不怕御史台那些老头子的唾沫星子把东宫的门槛给淹了？只有见到你我才这样。规矩那都是我和父皇定，姑的太子妃绝对不会像金丝雀一样困在后宅那四方天地里。大婚之后，你想去太医院就去太医院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姑陪你一起去。这天下女子医局的牌匾，姑不仅要挂在京城，还要陪你一块儿挂遍大江南北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那儿没了，我身上最后一个单子刚当完，啥都没有。二皇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二皇子，等着我的好消息！死赌鬼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我求求你了，爷，您别来了！一来就输，输了就出千，出千就被抓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们本来看您之前是世子，给你留点面子，但是今天对不住了，我们不打你一顿不好交差呀。赌狗不得好死啊！我再也不赌博了，赌博没好下场。陆景恒，钱呢？好消息呢？全没了，全没了！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自己饿死算了，你别跟着我。靠那个女人在父皇面前出尽风头，这天下女子医局的名声快把姑的人王府都盖过去了。那个姓陆的世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殿下息怒，沈清祥如今深得圣心，又被太后赐婚，明面上动他只会惹火烧身。明面不行，那就玩阴的。明面不行，那就玩阴的。太后的寿辰不是快到了吗？沈清堂不是要进贡一批珍贵药材吗？殿下的意思是，只要那批药材里混进了剧毒，这谋害太后的诛九族大罪，沈清嫂就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。到时候连太子也得跟着陪葬。我就知道你还有小金库，不过这次我听你的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能让我尝尝那个肉干吗？我这光吃馒头没滋味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别打姑奶奶手里任何东西的主意。到底欠了多少钱？人家找到这儿了都。沈明珠，是我。现在有个机会让你们重新一飞冲天。
这包里是剧毒乌头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听我安排，或者死。走水了！药材库走水了！快来人救火呀！太子妃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沈明珠刚才去贡品箱子里放了乌头，这火8成也是他放的。他人刚从狗洞钻出去不久，要不要抓回来？不用追，抓一个蠢货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他背后那条大鱼。那这箱子里的东西，不用管那包破烂玩意儿，传令下去，火势控制的差不多就灭了吧。明日一早，按原计划丰田装箱，大门敞开，等着大理寺的人上门。谁背这个黑锅还不一定呢。民女拿项上人头担保，沈清堂对朝廷怀恨在心，昨晚亲手把剧毒乌头塞进了进贡的药箱里。沈清堂，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皇上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如此恶毒。来人，打锁，开箱查验。不要坐在里面，大人快看！这是二皇子勾结朋党的账本。不对啊，怎么是账本啊？我毒药呢？明珠小姐是假借举报之名，实际上是想指证二皇子勾结朋养、贪污的罪行。明珠小姐既有心系天下的胸怀，又不图举报之功，小女当真佩服。这账本记录了二皇子贪污受贿、卖官鬻官的详细，不过还需要先向上禀报，再继续调查。沈明珠，你这次可是帮朝廷立了奇功啊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别乱说！真是不巧，那天你跟二皇子眼线接头的时候，他正被太子手下盯着呢。你立了这样功劳，猜猜二皇子会怎么奖励你呢？小女不是有心的，小女先走了。你没事吧？听说昨日医馆有人蓄意纵火，要是我知道是谁做的，我一定送他秋后问斩。太子殿下饶命，民女是被逼的，是二殿下逼我的。殿下来的正好，小女并无大碍。昨日的火放的不大，看样子是一女子所为吧？纵火伤人，你可知罪？是二皇子，是二皇子。人家沈明珠小姐可是大功臣呢，特意送来二皇子勾结朋党、贪污卖官罪证的，你可不能对人家这么无礼啊！纵火一事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让功臣送去流放吧。谢太子隆恩，谢太子隆恩。我招谁惹谁了我？这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！怎么把我也流放了啊？你干嘛还去招惹沈清堂？咱们这得走多久才能到地方啊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咱们被流放还是人家心慈手软。什么？那天二皇子的人找来之后，无论结果组合，你我二人都活不了。就算事成，为了不泄露风声，你觉得你我二人能活着离开吗？那咱们这运气也太好了。什么运气？这都是姑奶奶运筹帷幄的结果。我在那个独裁袋子里给放了纸条，表示一切是二皇子所为，顺便把手中有的二皇子账本都告诉他在哪儿了。没想到他自己手里就有剩下的账本。就算全部计划都失败了，但是我还是赌对了。沈清堂心软，没杀我们，送我们离开京城，也是能保住你我二人的命。但是咱们去那苦寒地方，一没钱，二没收益，还是得要饭啊。姑奶奶还有点小金库，但是这次你要是再赌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官爷，我腿快断了，咱休息会儿吧。你敢！今日是我来府第一天，太医院上下几十号医官，人呢？诗婷，去问下人都去哪儿了。师傅，问清楚了，李副院长和各位太医们今日集体告了病假，说是在家休养，起不来榻了。集体告病，这病生的还真是时候啊！他们人在哪儿？都在偏陵的茶房里休养呢。一个黄毛丫头，仗着治好了太后，就想骑到我们这些几十年的老骨头头上。他想当这院判，也得看他做不做得稳。这太医院的库房钥匙，一年一案全都在老夫手里，没有老夫点头，他在这太医院就是个光杆司令。诸位大人的病看起来养得挺滋润。院判大人见谅，老臣们昨夜偶感风寒，实在是浑身无力，无法上前堂迎候大人。既然病了，那就回去好好躺着，把太医院库房的钥匙，还有历代后妃的绝密医案
交出来吧。老臣这病得蹊跷，脑子都糊涂了，实在记不清钥匙放在哪儿了。至于医案，那都在水头，只有老夫打得开。大人若是不嫌弃，不如等老臣这病个10天半个月养好了，再亲自交接。既然记不清了，那就永远别记了。既然李副院判病得连钥匙都拿不稳了，本官自然不能强人所难。黄毛丫头，还不是得乖乖服软？来人，属下在。去，把太医院库房的门给本官砸了！你敢？那可是皇家库房，没有钥匙强行破门是死罪。大人心虚了，这太医院现在我说了算，砸！这就是你们报给内务府1两金子一钱的百年野山参，这分明是泡过药水的萝卜须。上个月进贡的50斤极品血燕，库房里连根腋毛都没有，账面上却写着已入库。钱呢？院判大人，这都是以次充好，勘没皇家药材，中饱私囊，真当太医院是你们自家的钱庄了？沈清堂，你血口喷人，这些账目历来如此，你初来乍到，懂什么规矩？规矩？从今天起，我沈清堂就是太医院的规矩。负责高丽药材的王太医，还有今天没到场的杨太医，立刻革去太医之职，交由大理寺查办。李副院判，你的病现在好些了吗？下官病好了，全凭院判大人吩咐。好痛！救救我的孩子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皇上息怒啊！长公主胎位不正，且羊水已破多时，如今气血衰败，连推产药都灌不进去了。微臣实在是束手无策呀，只能保大欺小了。若再拖延，恐一尸两命。谁说只能保大欺小？沈清堂，你来干什么？夫人生产乃是鬼门关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懂什么接生？休要在此胡闹！你治不了，不代表我治不了。庸医杀人，还不赶紧滚开！皇上，沈院病虽然懂些医理，但接生之事非同小可，万一冲撞了贵人，这罪名谁担得起？皇上，长公主的情况危急，多耽搁一刻，便多一分危险。微臣愿立下军令状。你当真有把握？微臣保证，母子平安。若有差池，微臣愿提头来见。好，只信你一次。进去。院判大人，不行了，公主已经没力气了，孩子卡在产道里出不来啊！全都退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胎位恒稳，顺产绝无可能。公主，喝下去，睡一觉，醒来就能看到孩子了。只能剖腹取子了。皇上，沈清堂他疯了，他竟然拿刀切开了长公主的肚子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怎可如此毁坏贵人凤体？皇上，快阻止他呀！这分明是杀人，哪里是救人？沈清瞒。皇上，母子平安。好，皇上，皇上，沈清堂虽然侥幸接生成功，强行破开长公主千金之躯，此乃大逆不道，毁坏贵人凤体之罪呀！皇上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长公主金枝绿叶，腹部留下那么大一道邦达，日后如何见人？这等骇人听闻的妖术，若不严惩，恐遭天谴。沈爱卿，他们所言，你作何解释？太后驾到！哀家倒要看看是谁在这大喜的日子，还要治哀家救命恩人的罪。母后，长公主母子平安，只是这沈清堂用刀剖开了长公主的腹部取子，这等行径，堂堂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不仅不感激，还要在这狗吠。长公主的命重要，还是身上那道疤重要？你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哀家先砍了你的脑袋！太后息怒，微臣知罪，微臣再也不敢了。母后教训的是，沈清堂医术通神，救了朕的长公主和皇孙，乃是大功一件。传朕旨意，赏沈清堂黄金1000两，赐紫金鱼袋。太医院上下若再敢有对沈院鼎不敬者，严惩不贷。微臣谢皇上太后隆恩。废物，
全都是废物。沈明珠那个蠢货不仅没把毒药放进去，反而把姑的账册送到了大理寺，现在连太医院那帮老骨头都被沈清河彻底收服了。殿下息怒，沈清人风头正盛，又有太后和太子撑腰，太医院已经被他打造的铁板一块，咱们的人根本插不进手。铁板一块，去把王太医带来。王太医，姑听说你母亲最近得了大病，急需一味极其罕见的天山雪莲续命。求殿下救救家母！只要殿下能赐药，微臣愿为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瓶子里是西域进贡的无影散，无色无味，银针针也试不出来。你现在负责熬制父皇每日的安神补药，只要你每天在药里加上1指甲盖的量，父皇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龙驭冰天。殿下，这是弑君之罪啊！若是被沈渊潘查出，你以为你还有退路吗？你若是不做，不光你母亲，你也别活了。放心，这毒极其隐蔽，沈清桃那个黄毛丫头绝对查不出来。事成之后，姑不仅给你天山雪莲，还保你坐上太医院院判的位置。微臣遵命。王太医，皇上的安神汤熬得如何了？回院判大人，皇上的安神汤已经熬好了，正准备装碗送去御书房。哦，是吗？王太医，你这几日熬药辛苦了。听说你母亲病重，这安神汤本官亲自送去御书房吧，你且回去歇歇。多谢院判大人体恤，微臣告退。味道颜色明明正常，但是哪里不对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中午煮粥本来想煮的稠些，但是不小心给煮糊了。诗婷，你真是天才！王太医的安神药方无论如何也不能熬出这粘稠胶质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不对劲。师傅你在说什么啊？但是王太医也没理由害陛下，是不是师傅你多虑了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这方子里有16味药，能让整体药方产生胶性的一共有3种药，这3种最好的结果是药性相冲，药性消失。那剩下2种情况呢？如果是南疆的落秋水，短期会让人精神倍增，但是长期服用会让人暴躁易怒，最后疯了也不为怪。最后一种便是西域的无形散，无色无味，每次只需服下1点，便会让人心脉受损，肠穿肚烂而亡。去拿些藏红花、半边莲、甘草来。师傅，你这怎么又煮了2味药啊？等下如果我唇色发紫，立马喂我吃这粒药。刚才吃的是能加速药效的特制药丸，我来看看王天一到底加了什么。现在可以确定是无形散了，这碗药皇上喝下去，十死无生。你现在煮一份新的安神补药送到皇上那儿去，我给你方子。王太医果然得手了，父皇这脉象已经是油尽灯枯之症，只要再熬过这个月，这大楚的天下就是姑的了。启奏父皇，近来北疆匈奴屡屡犯边，边关告急，儿臣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更不可无危。太子殿下身为国之储君，理应为父皇分忧。儿臣斗胆提议，请父皇下旨，命太子殿下即刻挂帅出征，前往边疆兼兵，以振军威。放肆！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是巴不得太子死在边疆，好让你这狼子野心如愿以偿吗？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儿臣看父皇龙体欠安，只是想让太子历练。真以为朕病入膏肓，连朝政都理不清了？你当真不知道你私底下干的好事？怎么可能？王太医明明说他已经下毒成功了，父皇怎么会？微臣沈清堂叩见皇上。沈爱卿平身，你来的正好，告诉老二朕的身体到底如何？回皇上，微臣早已查明，二殿下安插在太医院的细作王太医，意图在皇上的安神汤中下毒。微臣以身试毒，最后确定是无色无味的无形散。来人，去把王太医抓进天牢，明日问斩。儿臣确实之前跟王太医有救，但是行刺之事，儿臣一点不知情啊。钱儿，你记住，虎毒不食子。你自己去冷宫陪你母后半年吧。沈爱卿，你这折子上说要将天下女子医局正式纳入朝廷编制，由国库拨发俸劳，还要在全国各州府设立分局，广招天下女子学医。回皇上，正是。你可知自古以来医术传男不传女，你此举无疑是打破了祖宗规矩，必会遭到朝中那些老顽固的拼死反对。父皇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长公主难产，若非沈院之出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儿臣愿以东宫之名全力担保。好，朕准了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，
天下女子医局正式升级为皇家医局，与太医院平级。沈清三任总长室，赐尚方宝剑，谁敢阻拦，先斩后奏。微臣叩谢皇上隆恩。今日是我皇家女子医局开宗立派之日，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再无女子不如男的谬论。只要你们肯学，我沈清堂便倾囊相授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要让这天下再无女子因病痛而绝望。师傅，城南送来3个急症，说是吃了不干净的蘑菇，上吐下泻。按第3套解毒方子，先灌下催吐汤，再用银针封住强3里和内关穴，快去！你这是要把自己累坏了，好让姑心疼死你。殿下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前不忙吗？前朝再忙，也不及姑来看看未来的妻子重要。这些琐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编排，何须事必躬亲？医局刚立规矩，许多女弟子底子薄，我若不亲自于的招牌，更会连累殿下在朝中的威望。姑的威望不需要你用命去拼，你只管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，天塌下来，姑替你顶着。堂堂，姑知道你心怀天下女子，但姑也希望你能偶尔依靠一下姑。殿下，待着天下无恙，海晏车清，姑便十里红妆，迎娶你做着大楚最尊贵的皇后。有夫如此，我沈清堂此生定不负你，不负这天下。开门！求求翻眼开门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活菩萨，救救我们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弓箭手准备，任何人敢靠近城门10步之内，格杀勿乱，绝不能让疫病传进京城。南郊突发烈性疫病，短短3日已死伤数千人。流民围城，诸位爱卿有何良策？皇上，此疫病来势汹汹，传染极快，微臣以为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必须立刻下旨彻底封南城门，调集重兵把守。为了保全京城100万百姓和皇室安危，只能牺牲他们了。死得越多越好，这天下越乱，姑的机会就越大。荒谬！城外那是数万条活生生的大楚国民，他们是皇上的子民，不是草芥。就地焚烧！亏你们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竟能说出如此丧尽天良的话！沈院长，一介女流懂什么？若是疫病传进京城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皇上，微臣身为太医院院判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等死。微臣恳请皇上恩准，由微臣率领女子医局和太医院精锐，即刻出城。沈爱卿，你可知此去九死一生？那疫病连太医院的老太医都守不住。微臣知道，但医者仁心，若连大夫都怕死退缩，这天下百姓若不能平息疫病，微臣绝不回。沈爱卿，你乃大楚第1位女院判，更是未来的太子妃。这南郊疫平凶险事分，朕怎能让你一个弱女子去冒这个险？沈院判虽然医术高明，但毕竟是千金之躯，这等粗活累活，还是交给太医院那些老太医去办吧。万一沈院判在疫区有个3长2短，岂不是折损了我大楚的颜面？去吧，沈清浩，你最好死在南郊，连带着太子也一起痛失一臂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沈院判此举乃是大义，儿臣身为大楚储君，理应与百姓共患难。儿臣恳请父皇恩准，由儿臣亲自率领3000精武卫，护送沈院判及太医院众人前往南郊疫区。太子，你疯了！你是国之根本，怎可轻易涉险？父皇，若连储君都贪生怕死，这天下百姓如何能安心？儿臣愿与沈院判同生共死，不破疫病，誓不还朝。罢了，朕准了。立刻叫人用食尸回和烈酒在营地周围撒上3圈，将病患按症状轻重分为3区，严禁随意走动。立刻架起大锅，按我给的方子，让医馆的学生们12个时辰不间断熬制清热解毒汤。精武卫听令，立刻搭建更多帐篷，维持秩序。有敢趁乱生事哄抢药材者，杀无赦。长师，不好了，咱们带来的青草全用光了。用光了？我不是让太医院昨日就去京城各大药行调拨了吗？青草乃是这次清妖戒毒方子里的主味药，一日不可断。长师，太医院的人回来说，京城里所有的药行，甚至连周边几个州府的青草，在一夜之间全都被人买空了。买空了？这是有人在发国难产，还是蓄意谋杀？刚刚接到安慰急报，城西最大的万宝药行不仅囤积了数万斤的青草，还在暗中将药价抬高了整整100倍。100倍？
这是要逼死城外的9万百姓，也要逼死我们。是谁能有这么大手笔？查实了，万宝药行的幕后老板，正是二皇子母族的一个远房表亲。二皇子，你好狠的手段！为了篡位，竟然连几万大楚子民的命都敢拿来做赌注，这就是你的釜底抽薪之计。殿下英明神武，小的已经按您的吩咐，把方圆百里能见着的青草全收进库房了。现在黑市上的价格已经炒到了1两金子1两药。长氏，按现在的存量，最多还能撑3个时辰。城里那些药行，就算拿刀逼着，也一口咬定没货了。糖糖，你安心在这研究方子，药材的事姑去解决。殿下不可，那些药行背后是二皇子，若没有确凿证据强行搜查，定会被御史台参议本纵兵劫掠百姓，对殿下的名声大为不利。名声？姑的太子妃在前面拼命救人，姑岂能在后方畏首畏尾？他敢发国难财，姑就敢要他的命。天塌下来，姑扛着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小的是正经买卖人，您这可是强抢民女，不强抢民财。正经买卖人，城外数万百姓等着青草救命，将1文钱的药材炒到1两金子，你这叫发国难财，发大楚百姓的死人财。殿下饶命，小的只是个掌柜，这背后是……姑管你背后是谁？来人！此等丧尽天良、祸国良民的奸商，按大楚战时律法，就地正法。走，把所有的青草1两不少的给姑装车，立刻运往南郊驿去。是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那么重要的药材不安排人看着，就让太子这么拿走了？陛下收了您的军令后，实在是人手不足啊！太子，我要他死！刚才看见太子拉了好几车不知道什么药回来，咱们应该有救了。娘要是再停2天就好了。药材到了，按原方熬制，让学生们这几天多忙会儿，把药补上。是。糖糖，姑没来迟吧？殿下。让开！好痒，好痛啊！救命啊！出事了，救命！好痛，别出事了！之前的病人脉象怎么会变得如此狂躁阴寒？这根本不是之前的风热之症。师父，学生们说，很多人从发病到死亡前后不过半个时辰。疫病变异了，之前的清热解毒方子不能再用了。世婷，你怎么了？师父，我应该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个脉象是疫病。不行，血蛤存量过于稀少，救不了黎民百姓。时间不够了，变异的疫病发作太快，要么半天内死去，要么自行痊愈，脉象稳定，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慢慢试药。如果不弄清楚疫病在体内的原理，所有的方子都是盲人摸象。糖糖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！那变异的毒血，中招之人9死1生。殿下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这毒太诡异，我必须亲自感受它在经脉中游走的路径，才能对症下药。我是大夫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弟子和百姓死在我面前。殿下，别再管我，快拿纸笔记下我说的每一个字。世婷，你醒了。清汤已经把新的方子送到药房了，他为了方子自己染疫，求求你快救救他！太子，外面还有数万辽民，辛苦你的世婷，去吧，我来陪着他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出生开始，就没有人真的把我当人看。东宫视我为权力，大臣视我为赌桌上的筹码，其他皇子更是视我为眼中钉。最开始太后赐婚我并不开心，我以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交易，又一次赌注而已。但是遇到你，发现你把我当做活生生的人，看到你我会开心。说来也可笑，但是跟你在一起，有时却像市井小童一样起了调皮捣蛋的心思。所以，求求你不要走，别离开我。我可以不要这个江山，我可以不要所有权利，哪怕贬为庶人，自己耕田糊口，我也要你回来。殿下，糖糖，你醒了，你真的醒了。师父，你醒
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方子确实有用，但是染疫的人实在太多，而且服药后也只有70%可活。他们身子骨太虚弱了，有的人扛不住，都怪我手脚太慢了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们是在跟阎王爷抢人，抢一个是一个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诗婷。活菩萨呀！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是我们全家老小的救命恩人啊！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太子殿下威武！太子妃娘娘活菩萨转世啊！若不是娘娘以身试毒，我们南郊的亲戚早就死绝了。娘娘千岁！逆子！南郊数万百姓危在旦夕，你不仅不思救灾，反而指使母族亲信囤积居群，发国难财。你这是要断了朕的大楚根基，要逼死太子和沈渊是吗？父皇明鉴，儿臣冤枉啊！这都是万宝药行那个狗奴才自作主张，儿臣毫不知情啊！是太子故意构陷儿臣。万掌柜临死前已经画押招供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这招釜底抽薪，未免也太狠毒了些。皇上。若非太子殿下雷霆出击，查抄了万宝药行，南郊一区早已变成人间翻墓。传朕旨意，二皇子贪婪无度，罔顾人命，即日起剃夺其亲王爵位，降为郡王，收回其手中所有兵权，禁足府中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沈清堂太子，孤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二皇子息怒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微臣还有一计。哦。今日南郊一平平息，太子与沈院判居功至伟，朕敬你们一杯。谢谢啊，咱们都会起来了。糖糖，这里太闷了，姑带你去个地方。真美，在疫区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这世间的景象了。别说傻话。姑说过，天塌下来姑顶着。你若不在了，这世界对姑来说便毫无意义。糖糖，这枚封印，姑早就想交给你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不仅是大楚的太医院院判，更是姑唯一的妻子，这东宫唯一的女主人。殿下。这封印太重，我怕我不重，你连天下百姓的命都能扛得起，区一枚封印算什么？糖糖，姑与这漫天星辰为证，此事绝不负你。待天下海晏河清，姑定要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十里红妆。好，我等你。南郊疫病已平，天下女子对学医热情高涨。微臣计划在全国36州同时开设女子医局分园，让全天下女子皆有病可医，有技可学。沈爱卿啊，这建医局采买药材养活大批女弟子，这笔银子……南郊大疫刚过，北疆又在要军饷，国库现在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，朕最多只能给你个亲赐的名头，这真金白银，朝廷实在拿不出了。父皇，东宫还有些私库产业，儿臣愿意全部变现，鼎力支持堂堂扩建医局。殿下不可，东宫的钱也是大楚的底气，怎能为了微臣的医局全盘掏空？若落入有心人眼中，定会弹劾太子殿下中饱私囊。皇上放心，既然国库空虚，这建医局的钱，微臣自己想办法去赚，绝不让朝廷为难半分。好，不愧是朕钦定的太子妃，有骨气。咱们医局每日施药救人，本就是个只出不进的善堂，现在还要在36州开分局，就算把咱们现有的库房全卖了，也凑不够这1/10呀。是啊，长侍，没有银子，咱们连南下的路费都凑不齐。这分局该怎么开？做善事确实不赚钱，但京城里最不缺的就是那些挥金如土的达官贵人。想要快速搞到巨款，就得赚女人的钱。谁说我们只能开善堂？传我的命令，立刻去库房调取这些药材，再把我那套提纯的琉璃器皿拿来。长侍，
咱们不是缺钱吗？您这是要配什么治病救人的新药？我要治京城贵妇们的心病，我要做一款千金难求的神药，让全京城的权贵心甘情愿的把银子捧到我们女子医局里。长师，这炉火的温度已经按您说的控制在70%了。好，这桃花提纯的精油总算是成了，马上大功告成。糖糖，这就是你说的能赚来建36州医局银子的神药？殿下可别小看它，我叫它玉容丸，不仅能去除陈年旧疤，长期服用更能延缓衰老，让肌肤宛如剥壳鸡蛋。太子殿下，刚才光是做这个丸子，我都觉得手变嫩了好多呢。京城里那些为了争宠不择手段，为了容颜一掷千金的贵妇们，若是见识了这等神效，殿下觉得他们愿意出多少银子？这姑可说不好，那些大世家个个有钱的很啊。糖糖啊，你这医局可是越办越红火了。只是本宫这肚子上的疤，怕是这辈子都消不掉了。驸马他，长公主莫急，微臣今日请您来，就是为了此事。这是微臣耗费心血研制的玉容丸，天下独此一家。公主只需每3日内服1颗，外加微臣特调的药膏外服。当真有此等神效，不出半月，这疤痕定能淡化至无形。微臣敢拿项上人头担保。听说沈院判今日要办什么玉容丸品鉴会，这药真有传闻中那么神？谁知道呢？80%是些骗人的驻颜粉罢了。咱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长公主驾到！天哪，长公主殿下，您这是吃了仙丹吗？本宫能有今日的容貌，全靠沈院判研制的玉容丸。不仅脸上的气色好了，连本宫腹部那道害人的刀疤，如今都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诸位夫人，这玉容丸炼制极其不易，需耗费9981道工序，提纯100种名贵药材，因此这玉容丸每月只产10颗。沈院判，我出100两黄金卖我1颗，100两也想买神药，我出500两。诸位夫人莫急，今日这10颗玉容丸不卖，只拍卖，价高者得，底价1000两黄金。1500两，2000两，36州医局的启动资金到手。长师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，用马车才能拉得动的钱。告诉他们，定金照收，但下个月的产量只有5颗。外面还有几十个贵妇的丫鬟在排队，说愿意交定金，预定下个月的药丸。越是得不到的，他们越是疯狂。沈清凉那个贱人，竟然靠着几颗破药丸，一夜之间赚了姑半个死后的钱。殿下息怒，如今京城贵妇圈已经彻底疯了，为了这玉容丸，甚至有人变卖嫁妆。沈清凉的女子衣阁现在富可敌国啊！富可敌国，姑绝不允许太子的钱袋子这么鼓。叫人进来。那丸子你破解的如何了？回殿下，这药丸里确实加了些罕见的西域香料和珍珠粉，但最核心的几味药似乎是用了一种极其古怪的提炼之法，小人实在尝不出全貌。尝不出，姑养你何用？殿下饶命！虽然小人无法完全复刻，但小人有办法做出气味和颜色一模一样的仿制品。只要在里面加上大量的铅粉和水银，再辅以廉价的桃花粉，不仅能让人短期内皮肤白皙，成本更是连1两银子都不到。合姑的心意，立刻去城外找个隐蔽的庄子，日夜赶工，给姑大量制造这种仿制玉容丹。殿下，这铅粉和水银用多了，可是会烂脸的，万一闹出人命。烂脸才好，姑就是要让全京城的女人都烂脸，等他们烂了脸，姑就派人散布谣言，说沈清堂的玉容丸是毒药。到时候不仅能搞垮他的生意，还能让他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姑娘，买玉容丸吗？你这儿有，医局的玉容丸可是千金难求，排队都排到明年了。这可是我托了医局内部的关系，偷偷弄出来的内部货，一模一样的配方，只要100两银子1颗。100两？当真？假一赔10，我家夫人用了，那脸白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。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我明明吃了玉容丸，为什么会烂脸？沈清堂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这个骗子！沈清堂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卖的什么狗屁神药，把我夫人的脸都毁了！庸医害人，大家一起上，砸了这害人的医局！沈清堂为了赚钱在药里下毒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神医，是个谋财害命的妖女！砸烂他的牌匾，烧了这一局！长师，大门快顶不住了，他们要冲进来了！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想借刀杀人。开门！长师，外面全是暴民，开门您会有危险的。我沈清堂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惧之有？开门！我倒要看看
是谁在背后装神弄鬼？谁说我的药有问题？把吃坏的人叫过来。妖女，你还敢出来？看看我被你的药毁成了什么样！大家看啊，这就是他卖的毒药，砸烂医局的招牌，把他扭送官府。住嘴！来人，拿2碗水。夫人，你口口声声说吃了我的玉龙丸烂脸，药呢？拿出来。这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从一个神秘小贩那里买来的内部货。100两？我皇家女子医局的玉龙丸底价1000两黄金，限量10颗。你这100两买来的是个什么鬼东西？诸位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看到了吗？这根本不是我的药方，这里面掺了大量的铅粉和水银，长期服用不仅烂脸，还会要命。你卖的就是毒药？对，就是。这是我的真药，我沈清堂的药不仅能驻颜，更能解毒生肌。不疼了，我的脸好像没那么肿了。现在还有谁说我皇家女子医局卖的是毒药？快点干！二殿下说了，这批玉龙丸只要做出来，咱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沈清堂那个贱人，现在估计已经被暴民撕成碎片了吧？给姑全部拿下！敢反抗者，就地格杀！奉谁的命？说。是二皇子殿下，是他让小人仿制玉龙丸，加了铅粉和水银，故意去害那些贵妇烂脸，好栽赃给沈院判的。好一个二皇子，姑要让他永无翻身之日！二皇子制造假药，毒害京城权贵家眷的丑闻被皇上知道了，二皇子所有家底都被抄了，其他的医馆都关了不少。长氏大人发财了，咱们彻底发财了。二皇子名下那几家最大的药行，圣旨上说全部低价折算给了咱们医局作为补偿。二皇子想搞垮我，却反倒成了我的送财公子。有了这笔巨款和这几家大药行作为根基，36州女子医局分园的启动资金算是充足了。何止是充足了，这真是太充足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沈清堂不仅是大楚的太医院院判，更是这大楚第一女首富。这天下女子的命运将由我来改写。太子妃娘娘真是活菩萨转世啊！若不是您这免费的药，老身这把骨头早就交代在冬天了。娘娘大恩大德，草民没齿难忘。以后谁敢说娘娘半句不是，草民第一个跟他拼命。皇上有旨，沈院产悬壶济世，广施恩泽，造福大楚36州百姓，功在千秋。特赐御笔亲题金匾1块，以彰其德。大楚神医，天下归心。殿下保重身体啊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青山，姑的产业被查抄，名声扫地，父皇连看都不愿多看姑一眼，姑还有什么青山？既然他们不给姑活路，那就大家一起死！传令下去，启动蛰伏计划，冬至宫宴，姑要让这大楚的皇宫血流成河，姑要让太子和沈清婆死无葬身之地。公公，二殿下说了，只要你把这瓶西域的噬心蛊滴进皇上的御酒里，你宫外的对食和干儿子就能活命，使者还有黄金1万两送你出宫。这可是弑君的诛九族大罪啊！若是被沈院判的银针验出来，老奴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放心，这蛊毒乃是活物，无色无味，银针根本验不出任何毒性。只要喝下去，蛊虫就会瞬间潜伏在心脉，神仙难救。你若是不干，今晚你全家老小就得先下地狱。今日公事，南郊异象已平，天下归心。这第一杯酒，朕要敬太子，敬沈院长，敬我大楚的盛世太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楚万年！喝下去，只要你一死，这天下就是孤的了。老四，沈清堂，今晚就是您的死期。殿下，李公公的神色似乎有些慌张，连倒酒的手都在抖。
有些反常。父皇，好酒，痛快。皇上，皇上啊！父皇，沈清堂，快来，快！脉象全无，心脉处有活物在疯狂啃食，是蛊毒。诸位大人都看到了，父皇刚刚喝下太子敬的酒，便七窍流血而亡。太子狼子野心，为了早日登基，竟然伙同妖女沈清堂，在冬至大宴上当众弑君。禁军统领何在？你们要造反吗？末将拜见新皇。少在这血口喷人！父皇分明是中了你指使人下的蛊毒，你竟敢带兵逼宫！杀！给孤杀了太子！谁能砍下太子的头颅，孤封他为万侯！造反了！老二，你这个畜生！太后，您老了，该去地下陪父皇了。来人，拿下他们！皇帝呀，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哀家也不活了。太后娘娘，请您退后，微臣可以救皇上。噬心蛊，西域奇毒，蛊虫入体直奔心脉，一旦咬破心脏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九转银针的最高境界封心锁脉，强行将蛊虫困在心脉之外。那是什么怪物？是蛊虫。他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太后放心，心脉暂时封住了，蛊虫进不去，皇上的命保住了。给孤把这扇门撞开，我要亲手砍下父皇的脑袋！殿下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老四，你的人都死绝了，这皇宫内外全都是孤的禁军，你拿什么跟孤争？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就算杀了孤，也坐不稳这天下。孤坐不稳，让孤宰了你，再把父皇和沈清堂那个妖女千刀万剐，这天下就是孤的。怎么回事？谁带了军队入宫？黑甲军听令，太子有旨，诛杀叛逆二皇子，及其余党。老四，你哪来的兵权和财力养这等重器？你怎么还有力气抵抗我？36州女子一局的财力，加上孤的筹谋，养出这支3万精锐，很难吗？末将救驾来迟，请太子殿下恕罪，叛军外围已全部扫清。二皇子谋逆弑君，罪无可恕，全部拿下，死活不论。放开孤！父皇中了噬心蛊，神仙难救，除了孤，没人能救。你要看着父皇死是吗？堂堂，父皇！殿下，顾没事，外面的叛军已经全部扫清，老二被生擒了。父皇他……殿下，心脉虽然暂时封住了，但这噬心蛊乃是活物，普通的汤药根本杀不死他。若强行用药，只会激怒他，让他瞬间咬破皇上的心脏。我父皇该怎么救？殿下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蛊虫失血如命，尤其喜欢制阴制毒之物。我自幼有研习医术，曾以身试毒，服食过100种奇毒与解药。我的血，对他来说，就是最致命的诱惑。这太危险了！万一蛊虫顺着伤口钻进你的体内怎么办？
殿下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若皇上驾崩，二皇子余党必会借机生事，大楚将永无宁日。相信我，我能控制住他。好，姑信你，但你若有事，姑绝不独活。笑儿，你醒了。外面的情况如何了？回父皇，儿臣已率黑甲军肃清叛军，二皇子及其党羽已全部生擒，听候父皇发落。殿下息怒，沈渊半只是失血过多，加上心神耗损过度才昏厥的，并未中蛊毒。微臣这就开几副补气血的方子，休养几日便可无虞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噬息蛊无药可解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逆子，你为了这把龙椅，竟然丧心病狂到弑君杀父，成王败寇罢了。若不是沈清堂那个贱人，若不是老四暗中养了这支黑甲军，现在站在这台阶上的就是姑。老四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你为了皇位，不惜在南郊制造一品草菅人命；你为了陷害堂堂，不惜制造假药毁人容貌。你这种丧尽天良的畜生，就算坐上皇位，也只会让大楚生灵涂炭。姑能赢你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民心。传朕旨意，二皇子谋逆弑君，罪无可恕，即刻褫夺皇族身份，贬为庶人，斩立决。二皇子谋逆一案已查明真相，其党羽皆已伏诛，大楚江山重归安宁。皇上圣明，大楚万年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医院院判沈清堂品貌端庄，医术卓绝，救驾有功，实乃大楚之福。特正式赐婚当朝太子钦定为太子妃。微臣叩谢父皇隆恩。并礼部即日起以最高标准筹备太子大婚，钦此。师父终于要成为太子妃了。堂堂，这天下终于太平了。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沈清堂是姑此生唯一的妻子。殿下，这盛世如你我所愿。师父，你们就专门叫我过来秀恩爱给我看啊？世婷，这一局后面靠你顶住了，我在宫里忙起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了。定不负所托。师父，不，太子妃娘娘，你与沈家断了亲，没有娘家，咱们女子一局上下几百号人，就是您的娘家人。这是36州分局和南郊一区百姓连夜赶制的万民伞，上面有1万个被您救过命的百姓按下的手印，咱们给您添妆送嫁。好，有你们，有这天下百姓做我的后盾，这10里红妆，我沈清堂受之无愧。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堂堂，姑来接你了。臣等叩见太子殿下，叩见太子妃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太子殿下，余生多多指教了。现在应该叫夫君了吧？